带着比自己大10岁的寡妇私奔，隐居深山50年。为了方便妻子下山，徒手凿出6000多级的爱情天梯，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爱情。这是发生在重庆江津大山里的真人真事儿。故事的主人公叫刘国江，他与妻子的故事还得从刘国江6岁的时候开始说起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爱情天梯的山脚下，穿过这个吊桥，然后从这边山上上去呢，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哈。这里呢，就是2位老人的一个塑像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特别慈祥的笑容。这里呢，就是爱情天梯的第一步。从刚刚我们来的吊桥那儿走这个峡谷进来呢，大概是800多米的一个路程。走吧，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走一走这6000多阶的爱情天梯。上个世纪40年代，当时只有6岁的刘国江不小心磕断了大牙。在农村呢，有这么一个习俗，小孩子磕掉的大牙，如果被新娘子摸一摸呢，就能再长出来。当时大刘国江10岁的徐朝清呢，正好要出嫁，也就是后来刘国江的妻子。于是呢，刘国江的伯娘就抱着他去给新娘子徐朝清摸了一摸他的嘴巴。那一年，刘国江6岁，徐朝清16岁。这一摸呢，给刘国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徐朝清16岁结婚，26岁时却因丈夫意外离世而成为寡妇，婆家呢就说她克夫，于是她带着4个孩子独自生活，没有吃的就背着孩子到山上捡野生菌，连3分钱1斤的盐都买不起，日子过得异常的艰难。有一次，徐朝清和小孩不小心掉进了河里，而16岁的刘国江刚好路过，把他们救了起来。这也是刘国江第一次看清楚徐朝清的模样。之后呢，刘国江经常主动去帮着徐朝清料理家务、上山砍柴、做农活等等。如此帮助了徐朝清3、4年的时间，2个人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，他们相爱了。但是他不但比他大10岁，还是个带着4个孩子的寡妇，自己的父母不同意不说，村民的闲言细语更是能把他们淹死。为了不给父母太大的压力，避开村民的闲言碎语，1956年的某一天，他们相约带着4个孩子一起私奔了，跑到海拔1500米的高山上，过上了与世隔绝般的隐居生活。丈夫打猎养蜂，妻子种菜织布，共同抚养着4个孩子。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，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有一次，妻子徐朝清下山不慎摔倒，浑身是伤。刘国江心疼不已，为了方便妻子出行，刘国江决心亲手开辟一条道路，方便妻子上下山。每天他忙完农活，就不知疲倦地奔走在这悬崖绝壁间，用铁锤、钢钎一点点地开路，凿石梯。渴了就喝山泉水，饿了就随便吃2口，争分抢秒为妻子打造安全下山路。要知道，机械化的今天，想要在悬崖间修路都非常难，而刘国江只凭一双手就做到了。从朝气蓬勃的少年到白发苍苍的末年，不知不觉半个世纪就像弹指一挥间。他用碎了20多把钢钎，40多把铁锤，硬是凿出了6208级天梯。天梯凿成后啊，每一次下雨，他都要亲自来擦拭这每一阶天梯，为的是防止天梯上长出青苔，导致妻子滑倒，保障妻子的安全。你们看，多么的细心啊！每次修完石梯回家，徐朝清都会摸着刘国江的手，看着大大小小的伤疤和老茧，心疼不已。刘国江都是一笑而过。徐朝清说：“我心疼他，可他总是说等路修好了，我出山就方便了。其实呀，一辈子我也没出过几次山。”为了安全的让妻子上下山，刘国江花了整整半个世纪，6000多级的台阶，每一阶都是对妻子最浓厚的爱意。这个呢，就是当年2位老人住的故居啊。但是9年以前呢，其实是一个荒废的状态。后来这个不断的有人在网络上反映呢，所以老人家的小儿媳妇呢就回来把这个房屋打理起来。所以现在呢是老人家的小儿媳妇、小儿子他们住在这里。那么最开始的时候，他们上来的时候是住在上面那个一个岩洞的下方。我们走这里走上去看一看。
哇，他们曾经居住的这个洞穴就是一个水帘洞啊，非常的漂亮。看，这里是以前打造的这个石桌子，是吧？当年2位老人上来之后啊，就是居住在这里。那么这里有一些小木料呢，我们也看得到，那边还有一个吃饭的一个石桌子。这里呢写有几个字啊，七生崖。正好这里呢上面有一个盖着的大石板，那么在这个下边呢就不会被雨淋到，而且门前呢还有一个瀑布啊，这地方真的是美如世外桃源一般。那么他们2位老人呢是在这个地方居住了3年之后，才到这个下方去住的那个土墙房。2001年，一队户外考察队进入森林探险，看到有条石梯通向人迹罕见的高山，于是一路进山，才发现刘国江和徐朝清2位老人。他们仿佛还生活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，点着煤油灯，住着简陋的土墙房。而以前没有土墙的时候，是住在山洞，在山上开垦土地，耕种粮食，自给自足。后来他们的爱情故事被传开，人们便把这6000多级的台阶命名为爱情天梯。2007年，刘国江老人离世，5年之后，徐朝清老人呢也离世，2人合葬在爱情天梯旁。他们牵手一生，相守半个多世纪，终成传奇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随。在重庆武隆白马镇的大山里啊，我们发现一独户人家居住在悬崖边上，环境非常漂亮啊。咱们过去探访一下。要来到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呢，非常不容易啊，需要经过这样的36弯、76拐公路。咱们的车子呢是停在这个路边，这上边是公路。去到这一户人家呢，需要走这样的小道，大概是半个小时的路程啊。这个路边呢，长了非常多的马耳草、茅草。这2天走在这个山里啊，就是有这些好处。山上有各种各样的刺泡，都已经成熟了，可以采来吃了。看一下。超级甜。这个地方还用水泥打了这个串户路，可能是一独户人家居住在这边，通公路实在是造价太高，所以呢，这里打的是这个串户路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路面上都有用这个水泥铺一下，然后从这个小道走过去，还要走一段时间才能走到他家，大概10分钟可以走到吧。我走过来的这一片地方啊，全部都是杂草丛生啊，而且这个草长得特别旺盛。我觉得这边这一户人家他拥有这个下半部的整座山，而且这上面的草呢也非常的好，我觉得应该大力发展养殖啊。看看，就住在悬崖边上。房子后面就是悬崖峭壁，然后这儿好大一片的平地啊，这边种了好多的玉米。哎，这里有个老人家在这里。哎呦，吃饭没到，老娘？你早啊？你是一个人吗？啊，一个人吗？我们本来6个人，我是跟着我们4个姑娘，我们跟到幺女的。哦，你4个姑娘？哎。跟到幺姑娘的？哎，跟到幺的。哦，你贵姓呢？啊？贵姓呢？我姓谭。姓谭？哎，姓谭。好大年纪了？82了。82了。哎。现在你是一个人住这里吗？哎，现在我在这儿住，现在我在这儿住起的。我也是黑的湾。我们姑娘一结婚呢，就是这个跟着老幺嘛，那就找他进去，这地方搞人呐，好像都不习惯这个手续。等于你现在是在这儿跟到姑娘住是吧？哎，所以我们就是跟着姑娘的。哦。姑娘
养的别嘛的在嘛的。你在这儿都好多年了哈？我现在了10多年了。都10多年了哈。要有20年了。那你女儿他们在哪边呢？女儿吧。女儿啊。女儿在别嘛的，别嘛就有他们妈妈。哦，你刚才说的她生病了哈。嗯。大家看一下哈，从空中看的话，咱们还感觉不到啊。当你走到这里来之后，你发现这边真的是非常大的一片平地啊，就这片平地都几十亩，而且这个地方原先居住的人，我跟你们讲，肯定不简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几座古墓，看一下，这里排着3个古墓。我判断不出来到底是哪个朝代的，然后上面还刻有一些动物、人物的一些图像，啊，这个雕工非常的精美，但是它这个墓前没有任何的这个文字记载，只有这里看到有一个佛字。这个圈里面是喂养的一些鸡，我们走这儿来看一下，这边还有特别古老的这个土墙。哇，那2只小猫咪，小猫咪。这个房屋都是11住的。这个房子大家来看一下，这边堆的好多各种各样的农具、背篓，然后这个斗枪啊、簸箕啊，这个米筛啊，是吧？各种各样的农具，这堆了好多。这个房子也是非常古老的存在啊。看看，两边都是土墙，然后这个中间呢是建的木房。这个木房呢也是上百年了，看这个造型都是最少上百年的一个造型。这边是住人的，这个土墙是喂牲畜的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小间一小间的，这里面是喂的牲畜啊，我还以为里面住人的。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，朋友们。那边就是悬崖峭壁，在房屋的前边这呢有一大片的平地啊，大概有几十亩地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竟然发现有几座古墓。目前我不清楚到底是哪个朝代的，上面没有看到有文字记载啊。所以说我们从此可以推断，这个地形不简单啊，可能在几百年前甚至更久远的时候呢，就有人居住在这里了。这一片土地上啊，也种有好多的果树，有枇杷呀、李子啊、梨呀，我都看到有，还有橘子。那么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地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地形啊。从那边的古墓咱们就看得出来，最少是几百年，甚至有可能上千年的一个历史。哦，小狗儿，小狗儿，我要走喽，我要走喽，拜拜哈。这小狗儿特别听话呀，我到这儿来，它一点都不咬，你看，它都想跟我走。好了，拜拜啊。真可爱，拜拜。好舍不得我呀，它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刚刚跟我们聊天的那个老人家，他住在这里。这个房子呢是那个老人家他的4女儿家的，他呢是10几年前跟着4女儿到这儿来的，所以说他可能对这个地方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啊。种了这么一大片的这个地啊，特别勤劳的老人家哈，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如同世外桃源一般的美景哈，太漂亮了。这个主人家已经回来了，我听到车子响了，我现在就跟大家了解一下。你挑个这蛋糕啊？你说你们有人要过生日啊？哈哈哈。今天才长的哦。那你啊，你放心都拿去放了啊？可能是我婆。
我过他，他一直上到省去了。哦，那伙人走山里面打绳子去了哈。对，跟他们有些菜的呀。你看这个院坝里面都长起菜了。奇怪了。不奇怪呀，证明你要发财了呀。我不抽气，不抽烟，不抽烟。是你们妈妈呀？你福气好啊，2个娃儿哈。嘿，这样2个儿就这种，我就在那上面带2个。一个男娃娃，一个姑娘，福气好啊。哦，你就是带娃儿哈？啊，我就带娃儿，他爸爸就在来。哦。还带紧逼转了，准备在外头住一段时间呢？啊？还带紧逼了，准备在外头住一段时间呢？住不了几天了，放天了，昨天大天了。哦，放假完了又去带。这个中秋节他们准备回来住个7、8天，然后带了好多东西回来。平时都在不回来的哈，正好这2天回来住一段时间。但是我的面子放那里面的。哦。很早回。我刚才在下班问他们你的电话都问不到。问不到。问了几家都说没你电话的。我就问下你这个房子租不租？他们有好多人准备来这里住。有好多人都问过，他是看哪种租有哪种租法。有人问过你的是吧？哎，看哪种他是哪种租有几种租法了嘛？我不抽烟，我不抽烟。他是你哪种租法？你感觉啊？他是有些他又租几年嘛，他就租必须来说嘛，他是。他肯定是租几年。啊？肯定是租几年，也租的肯定都是租几年。或者他是好多看。这全部是你的噻？哎，好多人进出嘛是哪种形式来租？进出可以交的吧？交的。你自己是啷个想法哟？我意思，反正我没得外头可以有人，他就高兴了，点园子自己完全可以的。反正你徒弟他也可以做噻，也没事的。我徒弟他认做啥子按说全部做起更好，免得这个草长崩隆的。荒地哈。哦，可以呀。我那个嘛，我就是回年过节回家几天。啊，你对了。留2个儿，然后一些房子认进去都无所谓。对。已经都是小事儿。主要是在卫生方面，也搬城里面噻，基本上都是城里面的人来。这种人他是卫生得很的，我跟你讲。愿意长期住起，他就当成他的家了。无拘无束的，我觉得矮得很。就矮哈。没了的。对。可以说在我们这个村这一块，要讲说爱干净的话，这个不是字花哈。虽然就是土一点的话，在我们农村我这边可能算低。原来可以说有旅游的，有些留我的号码，他自己就了。我说没得，我说没关系的，因为帐篷尽管打。哦，打帐篷都打你这把子。只要是他们跟我表态，他来的时候，我这个啷个场地，走的时候就回我个啷个场地。我说没得关系的，欢迎，免费的尽管进出。你看整个外面整个房子周围，我觉得你真的是爱干净的人。我走了好多地方。毕竟大半年没有进去了。大半年没来人了。你在外地干活了吗？没的3月份就走的，我来西双版纳这里，昨天来。云南西双版纳。那你这个你这天过来也要转去噻？我转的就是我也是讲究娃儿，就是放在几天假嘛，回来看一眼不可以说不回来那个就。过几天话是要走。对。他说你这可以搞水厂都可以啊，像那个老鸟说的。这个条件噻。拿了嘛，原来有过几个人，他有这种想法来搞水厂。地方我们这个地方上的人了嘛。你的地方别人都能拿开啊。我呢，他不拿开嘛，他有其他方面他要拿开噻。你要说他自个去进去不，他要。哦，那个路哈，大修的。这个就是个恼火事的。政府出面不行那种，像种。出面嘛当然行喽。政府出面嘛他还是得，因为有个说法噻，要不然老百姓他意见噻。很自然的，我这个就是从挨千里面出来的啊。哦，从这个挨上出来的水。哦，2块钱一秒。
看过了我都了，每个国我这水是干净的，全部水喝完了。你这个真的可以开水厂过来这儿的水。然后他那个。开水厂够了噻。自己那天我你这点水收起来有好多啊。多。要不起火。这个水还整得漂亮的，从高里流下来。我那个水都有2管儿，那个水我这都从那儿爬下去了，要自然口了嘞。哦。我们以前小时候把那个水集中起来，还搞过那个微型的水膜发电，整得自家1、2家人造。哦，发电，自己要搞的。那水那个原来就是跟狗我冲出来的。哎，水质也好哈，检测过没了？检测过的，我这个是都不可以再过了关嘛。因为我们找的是那个路了嘛，并不是政府给我们真的一次又一次，基本上就是老百姓自己斗钱。哦，那个成都斗出来的真的。我倒巴不得有人住家，他爱种点蔬菜茎，种点蔬菜啊，包括我田，我一田还没有那个到荒啥，只是草，我田都有几亩。自己要吗？哦。我以前那个有些来想包那种烤烟，我就说你不要租金，只要你免费给我整，我就是倒转投资肥料，你种都行。你还好说话。对的，因为我一个在这个地方人烟少了哈，你说一讲那个问题没得意思的。你说喊我的我都，如果我2个年轻人要的，我都发展个原来这个4万块钱，这是没问题的哈。我就是整点包罐嘛哈，对，那我们地方整点小猪鸡嘛哈，就整点养殖嘛。这狗我这样子没得人打到我打到嘛。就他那在看不到的范围内都是我收。但我想到我2个人的，我都找9万块钱。不划算。不好耍，关键是。又不好耍又不划算。全民节小打小的，我1年反正找9万块钱过个日子，我觉得轻松嘛。你2个都在那边咯？我胖呢，今年他去年跟我一起搞建筑，今年嘛，他说建筑恼火的很，幼儿园在确实也恼。他现在在哪搞吧？他就在福建建厂。你们是姓哪个？我们这湾是不是搬走的？20多家几乎姓蒋，他这种我就是只是信号差一点 ，WiFi 这种能安起来。网络都有。有啊。哦，那个就好。现在因为电话也打得出去，像我那边啊，刚才我们2个在那个爸爸那移动电信打得出去，它并不是每台手机都打得通。那么首先有了 WiFi 嘛，现在都是用微信了哈，视频聊天了。对。然后你变的是好的，他有那种勤快的了哈，像你像新鲜的，他你这个就他随便买2个纸上去。你这个券不存在。你这个券为10个组都行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真真实实的在深山老林，现在要带你们去那个深山里面去探秘一个无人村庄。今天估计走路都要走2个小时。我就问你们，看到这样的大山，你们慌不慌？我所说的村庄在很远的这个峡谷深处。现在我们是要走这样的羊肠小道，翻山越岭，对吧？才能到达那个村庄。我现在估计的时间呢，可能是走2个小时左右，但是具体能走多久，咱也不知道，慢慢走吧。哇，我们看到这个路上都是这样的毛杆草啊，没什么人走路了。进入这样的深山老林啊，一个人好清静啊。你不要看咱们这条小道啊，其实是以前这个村民出山的必经之道啊。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已经有点荒芜了，但是在以前的时候啊，那可是人来人往啊，对吧？村里面那么多人进出山的话，都只有走这一条小道。
跟大家说一下，这边为什么会存在无人村呢？原因是这一片大山呢，它是自然生态的一个保护区，原始森林，对不对？那么所以所有人那个搬走，这儿呢就回归于自然。可能再过数年，这些地方就是无人踏足的一个原始森林，对吧？因为它本来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原始森林的感觉。看一下对面的大山，这整一片山的话，现在是没有人居住的。这个大山里啊是没有信号的，现在是打手机也好，发信息也好，都是发不出去的。前面这儿有一片空旷的地方，感觉这儿应该住有几家人吧。哇，都是透露着那种复古的这种感觉啊。你看这些大树，这儿还有一棵红豆沙呀，这棵红豆沙树还不小哦，这棵红豆沙可能都有几百年了吧。看一下，这儿呢住有几户人家，那么现在呢已经是破旧不堪的一些房子了。看这边有2、3栋的房子，这个地方好多红豆沙呀。刚刚那边看到一颗，这儿又有2颗。一般有这个红豆沙的地方呢，都有居住着人，但是现在没有住人了。这边还看到有一些南瓜藤，这个是不是这个主人家呢？偶尔的会回来一下，确实是没有人居住了。他们这种瓜呢，也是随便丢在这里的一些种子吧。看看，现在就在这个大山之中，没有任何人的居住。当然，电是通的啊。那么房屋也是破烂不堪。这边呢是以前的一个牛栏猪圈，已经全部倒塌。那么现在我们还要继续向这个大山里面挺进啊，只有唯一的一条小道。咱们继续往前走啊，朋友们，继续往前走。这个地方好多红豆沙呀，感觉这个地方是一个红豆沙王国呀。这里又有几颗红豆沙，那里也是。哇呀，我感觉好值钱呀，对吧？感觉这个大山之中的这种村庄好值钱呀，都是那种比较值钱的红豆沙树，而且是比较粗的。一个人走在这个大山里，感觉好清静啊，没有任何的声音，只能听到那些鸟叫一下，或者说哪个草丛中有个小动物蹦跶一下。这儿都是悬崖峭壁，然后咱们是要走这个崖壁的下方经过。这边还有山泉水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，有点像进入这个原始时代的那种侏罗纪公园的这种感觉。这个地方水流比较小啊，如果说水大一点的话，你看从这儿下来是会有一个瀑布的，对不对？是会有一个瀑布的。那么下面就有很深的一个大峡谷。那你看看很多的一个动物的话，其实它就会在这种山沟沟里面来这个找水喝，对不对？就会在这个山沟沟里面找水喝。这儿就是一个悬崖峭壁挂壁小道，上方是悬崖，下方呢是深渊。我可想而知，以前村民住在这里呢，他们可能在这个地方开凿这条小道呢，也是费了非常多的功夫啊。你看看这个全部是人工开凿的，下方是悬崖，这个就是森林中的一个悬崖峭壁。啊，不容易啊，生长在大山不容易。这儿可以往下看看，这儿可以往下看看。我们看到树呢，就可能感觉不那么危险。实际上，如果说这个地方没树啊，你想这儿就是正儿八经的悬崖峭壁。你们看这个路，你们就看得出来吧，这是有非常多的人走的。以前哈，现在极少数。为什么还有这个人走动的痕迹呢？主要是
可能当地村民呢，他偶尔会回去看一看。还有这个护林员，这个原始森林的护林员，他们也会经常往这个山里走。你比如说这条道呢，他肯定长期会清理一下，一是方便村民回去看一看，第二一个呢，方便这个森林防火、巡查之类的。你如果让它荒掉了，全部都从这个森林里面走呢，就比较难一点啊。哇，这个道上啊铺满了这个松毛，我天哪，好舒服啊！走在这种小道上啊，大家要是喜欢拍照的，我天，这种地方绝美，大家说是不是？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看得出来快到人居住的地方了吗？因为看周围的这个树木，看这个杂草，哎呦呦，松鼠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跑得好快！哎呀，好多蜘蛛啊！这都是丢弃的废木料。我靠，松鼠有这么大劲吗？吓我一跳！哇，看看这个下面全是古树，好粗的，都是好粗的古树啊！这边到了无人村了，仿佛这里就听到我的呼吸声，是吧？就看到这个很快就要被人们遗弃的一个村庄。哇，曾经啊，这些地方也是挺热闹的。我们看这里都是丢弃的这个房屋上的废弃的木材，这边有一些桌子、板凳啊、箱子啊之类的。上面这儿呢有一个房子，这个地方之前应该是有10来家人啊，10来家人，大概10来家、20家。然后你看这里随处都是丢弃的房子上的这个木料。这一个位置呢，其实有10来20户人家居住。那么木料全部拆掉了之后，可能就剩下了3次洞的一个木房子呢，还保留一下，其他的房子呢可能都拆掉了。很难想象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，他们的生活条件，包括要进出山赶场赶集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特别是在前些年，要从这个山外呀运送这个肥料啊，包括各种各样的物资进来的时候，你们能想象吗？背个100来斤，然后跋山涉水，要走1、2个小时，非常非常的艰难，很不容易啊。基本上的话，跟外面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。所以说呢，像这样的深山老林里面的人搬出去呢，也是自然的一个现象，也是时代的一个进步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也比较惋惜的是，可能再过20年、30年，这个地方呢就会是一个无人踏足的原始森林，因为年轻的人呢也不会再回来了，这个地方呢也会归于平静，归于自然。你们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吗，朋友们？再往里面走1个多小时，还有一个无人村，想不想陪我去看一下？想的话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继续。